谢统领奉陛下命，等您许久了。在等我。我只是在欣赏月色而已。谢统领好雅兴啊，欣赏月色，欣赏到本宫殿前。莫不是担心本宫去了太傅府有危险，特意在这里等我回来？天下这七无宫，月色可真是冷清啊。冷月照孤尘，正合我意。我是奉陛下命前来的。已经得知消息，萧玄打算明日离京。你有多少把握？他会和你的计划一样走官道？明日我会遣水师以查私盐为名，封禁所有商船。一旦码头无堵，萧玄势必只能走官道。倘若他真的走官道，我已经在卧牛岭安排了弓弩手。一旦萧玄离开楚都地界，便会立刻将其就地诛杀。明日绝不容有失。放心吧，明日我会亲自带人埋伏，一定不会有事。阿昭啊，我不知道你为何要这么对我。但是这一次，你终究还是没能困住我。公主，公主，世子府已然人去楼空，可有走官道？没有。什么？整个码头也被周氏严密布防，他想离开楚都，就只有官道可行。怎么会？官道并未发现萧玄一行人的踪迹，但眼线来报，寅时3可有艘商船提前起航。中计了，又让他逃了。谢统领已经带兵追上去了。谢燕来，我应允了长公主，不会让你活着回去。你确定？阿昭想让我死，他之前可是爱极了我。那只是以前，现在他让我杀了你。之前忘记问你，
当年魏家村唯一幸存的小男孩阿祥，他有来找你报仇吗？我叫阿翔，你叫什么？阿翔，你在哪儿？都是我的错。谢统领伤势严重，万幸救治及时。微臣已包扎伤处，这就去开一剂药，为谢统领退烧。此番失血过度，还望日后好好将养。长公主，收到线报，萧寻已经逃往萧南郡了。想再杀萧寻，偏难了。我以为我算无一策，却不料还是棋差一筹。此番是我连累了你，你还说你欠我，现在是我欠了你。公主，我让你查的人，查到了没有？方度，邓毅的门生，去年刚调任州级司马，
萧寻的船就是拿着他给的文书从码头放行的。好个阳奉阴违的邓太傅！殿下夜闯臣府，不知所谓何事？邓太傅，本宫特来送礼。听闻您素爱珍木，这金丝楠木可是王侯规格，不知可入得了太傅法眼？无功不受禄。殿下这礼，本官受不起。怎么会受不起呢？方度的调令是你示意的，太傅对本宫如此照拂，本宫又怎会亏待了太傅呢？这木头埋在地下千年不腐，配太傅的千秋功业，正合适。殿下说笑。说笑，本宫可是认认真真想给太傅赏赐的。怎么，太傅不喜欢？还是说想抗旨？喜欢。太傅既喜欢，那就好好收着。就摆在这院中，让太傅日日都可瞻仰，没有我的命运，不可撤走。臣谢殿下恩典。太傅客气了，毕竟我们来日方长。太傅。这又是何苦？就不怕他真杀了你？杀我？杀我，他朝堂必乱。不过是长公主羞辱人的伎俩，想出口气罢了。那你是背弃盟约？是要与长公主为敌吗？盟约？他何时在意过这个？他把禁卫军的兵符交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谢家人，他这是结盟的诚意。但倘若兵符在你手中，他还有几分活路？萧玄不能死。至少现在不能。为何？
这就是你说的后路。先帝下的遗诏，萧玄曾经被先帝下旨继承大统，之后有了后面横生的枝节，才拱手将皇位让给了萧雨。世子，世子府如今门庭冷落，连檐下的鸟儿都绕道而飞。太傅竟然敢主动联系启英，倒真是稀奇啊！不知世子可曾听过“潜龙在渊”？太傅大人深夜道法，莫非是要教本世子看相？可惜呀，太傅看走眼了。如今站在你面前的，何来潜龙？不过是一条砧板上的鱼肉罢了。不。本官是来给世子指一条路，一条通往萧南郡的路，也是鱼肉跳回江河的龙门。为何要帮我？纵观历代朝堂翻云覆雨，诡谲莫测，我不敢把全副身家都压在一处。从前是，现在也是。帮你，是因为我有更值得下注的底牌。这是先帝的遗诏，继承大统的人本应是你。世子猜的没错，这封是假的，但我手上也有真的。陛下的龙椅还没坐热，你就不怕被当成逆党？直刀须稳，观其虚名。我当初选择楚昭，是因为他给了我承诺；现在选择世子，是因为楚昭违背了他的承诺。我要的自始至终可都没有变过，世子可明了啊？来日潜龙出渊之时，定以太傅之位相赠。太傅，有客到。太傅这是给自己提前备享寿彩了，倒是给朝廷省了一笔开销。上好的金丝楠木，谢大人说笑，此乃长公主厚赐。我听闻先帝讨伐前朝，那亡国之君用的就是这上等的木材，自焚殉国了。哦，我失言了。谢大人，到底有何贵干？今日冒昧前来，是有件事，想跟太傅请教一下。
太傅可知，长公主围困萧南王是死一事？当然。那太傅又知不知道，萧寻逃了？知道。是谁放走了他？太傅知道，是我。哼，太傅如此坦诚，倒让本官很是感动。想必太傅有如此举动，就已经跟长公主离了心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棺材的分量，你自己一个人担得起吗？谢大人深夜冒雨前来，就为了说这些？本官只是好奇，如若是我放走了萧寻，这口棺材，长公主敢不敢搬起谢家的大名？太傅啊，没有世家根基还想玩火，小心引火烧身。久闻太傅奇艺无双，不知可否赐教一句？却之不恭。将军，朔漠人对咱们的布防了如指掌，连暗哨的位置都一清二楚啊！军中必有内鬼。报！报！京中急讯，长公主殿下遭重臣弹劾，萧南王世子连夜潜逃，禁卫军统领傅景受伤。华景伤势严重吗？据闻，太医院会诊后已无性命之忧。阿昭可安好？殿下无恙。萧寻逃回萧南，朔漠来犯，还对我军布防如此了解，难不成是里应外合？传令，第3营敌方琅琊谷第5营埋伏鹰嘴崖，按预案调整防线，让伏兵就位，等朔漠日上钩。是。将军，将军，你是得的什么病症啊？怎么会一日比一日严重？竟然连吃药都毫无作用啊！面对之战，我亲自带队。不行，您这身子骨，这是军令，军令如山。公主，谢统领如今在宫中养伤已有3日。虽说您是郑国长公主，旁人无权质悔，但毕竟男女有别，外头的风言风语怕是要起来了。自我进了这皇城，风言风语又何时少过？御史台恨不得把“牝鸡司晨”这4个字刻在我脑门上。再说了，如今他伤及肺腑，交给别人，万一出个好歹，我不放心。
公主可是对谢统领，所以才不愿意嫁给萧世子的吗？你跟了我这么久，就是这么想我的？没有没有，不必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公主别生气。这宫里的每一根丝线，我都要攥紧。可它不仅仅是根丝线，它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我利用了它，可我又比所有人都更信任它。总之，不一样。殿下，边关急报，数墨突袭云中郡。不对，我那是封假军报，怎么可能真的发生？既然长公主伪造了胶南王与朔漠人的伪证，还想借松烟墨拿我谢家入局，那就必须要做好有个人给他一场真战乱的准备。博弈岂能不留后手？谢大人看着斯文，棋风倒是凶悍。太傅谬赞了，本官只是不喜欢浪费时间。可是谢大人，这下棋最重要的还是耐心呢。这局棋刚开始的时候，太傅信心满满，对吗？可如今你再看，局势变了。不知谢某的棋艺能入太傅的眼吗？谢大人棋艺高超，自是不凡。那就好。既然太傅喜欢看棋，不如谢某多摆几盘。只不过这棋局塞得太难，当心看不清自己的活路。郎主，盯梢陈慧的人汇报，陈慧不知为何突然离开刑部大牢，去了黑市。这么说，叶平安那里，他并未得手啊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分头追！是。陈慧，我拿到了。海公会照顾好你的家人，放心吧。
在哪儿？说，杀你的是什么人？我阿娘过上好日子了。试试，里面是空的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他们应该来不及拿走名册。难道我们被耍了？竟敢耍我！叶平安，我扒了你的皮！试试。你难道没抓到人？抓个屁！那个叫陈慧的都被灭了口。你说的度量名册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吧？想利用我帮你抓到背后的人，你嫌疑未脱就敢欺骗本官，这牢里的刑，我先让你尝个够！武舍人到！圣上口谕，大胆力拒，叶平安乃朕亲封特使，你岂敢胡乱抓人？命你即刻将叶平安无罪释放。臣未能体察圣意，臣有罪。立功行事要是再这么不知分寸，你的那些刑罚，恐怕只能用在你自己身上了。还不快滚！走。你这么急着见朕，可是军饷案有了什么进展？陛下与臣协查办案之权，是开了天恩。只是臣办完此案，恐怕就没有机会将此令牌亲手还给陛下了。这是何意？臣曾说过，愿做陛下祛疮补肉的重药。可陛下除了臣这副药，还有库里那柄重剑。臣无高位，无党派，无大族，得罪的人只会越来越多。只要他们罗织些臣的罪名，那柄重剑一挥，臣这药罐子只怕就得粉身碎骨了。你是来求朕这道保命符来了？把你的手牌揣回去。你这颗小脑袋，除了朕，没人摘得了。谢陛下隆恩。丢失的军饷，臣和苑四城已尽数寻回。只是此事还望陛下先秘而不宣，再借臣2日，方能找出这背后的复古之居。云。袁绍成忠君体国，恪尽职守，于军饷案中立首功。现由大理寺丞擢升大理寺少卿，钦此。臣叩谢圣恩。朕登基以来，先有越王之乱，后有文臣之治，有些人便趁机浑水摸鱼，寅吃卯粮。像那傅生军，横霸良田千顷，逼出不少流民来，早就该好好的治一治了。可朕身边信得过的人不多呀。臣虽出身微末，却有志铲除贪官污吏，为陛下肝脑涂地。天下言价日涨，其中必有蹊跷。显而提起，户部郎中杜良暗地里勾结了一个叫齐君山的商人，以赌方名义行贪墨之事。你从他身上查。是。他不过是一根藤草而已，要紧的是，
他倚仗的大树。朕之所以不动某些人，是因为还需要照顾士族和前朝老臣。你可明白？臣明白。臣定不会让他们察觉，扰了陛下统御天下之奇举。曾公今夜暂且在我府上歇息，请。承吾郎，要你坚持，若想报名，我只能送医院上动。臣借假杀曾轩，获取度量信任后查明，度量多年来勾结齐君山，敛财共计约30万两，金鱼现银9万4千两，加上超募的度量家财以及齐君山赌坊之账，已尽数收归国库。查办度量之事，你做得不错。皆是陛下雄韬伟略，运筹帷幄，臣不过是听令行事，不敢居功。严驾上长查得如何？臣尚未查到度量牵涉其中，不过，臣怀疑有人通过度量在户部盐税上做手脚，还望陛下允准臣彻查户部之账。准，但阵仗不要大，1、2个得力的人随行即可。是，陛下，臣心中已有怀疑之人，只是尚无实证，不敢妄议。朕知道，没有证据，就找出来再回话。是。恭喜你啊，官升2品，腰带不错。你就不怨我没有对你施以援手吗？为什么要怨你？你我又无朋友之意，各为其利罢了。何况你在升迁的重要当口，更不能与我这获罪之人有所牵扯了。我倒宁可你能骂上我2句，也好过在这里恭贺我。袁绍成，你其实心里根本不满足于现在这个位置，你志在拜相，对吗？我去过邙沟，也听说过龙门场内的惨况。邙沟人过得很苦，他们出身便是贱籍，无法拥有田地，更别提科举入仕了。他们只因出身不正，就世代无法正常生活。明明是正直善良的人，就活得像个罪人。要改变这一切，唯一的希望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权利。我不怨你，是因为这条路一招不慎就会满盘皆输。如果我是你，也会跟你做同样的选择。好啊，没想到知我心者，竟是一个与我相识不过数月之人。来，我敬你。别搞得那么煽情行不行？而且我既然走了这条路，若不思虑周全，连自救的本事都没有，空等他人施以援手，那不如趁早回家种地算了。我问你，御史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度量在死之前说你也是罪人？告诉你真相又能如何？如果我成了你仕途上的拦路石，难道你会帮我？我啊，是个讲究实际的人。既然你帮不了我，告诉你真相也没有意义。好，不说也罢。
木簪掉了，给你个新的。你还是把木簪还我吧。找不着了？那我也不要这个。为什么？木簪好啊，它即使摔落泥尘也不会破损，不像玉，脆弱易碎。我就喜欢戴木簪。还要不要？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想知道啊？给你个机会，帮我换个药。怎么，怂了？你都不嫌害臊，我怕什么？真当我不记仇啊？一报还一报。毒蛇，刚才还知心人呢，这会儿就毒蛇了。毒蛇又怎样？你这豺狼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哼，自己换吧。一纸斑驳心泪，憧憬仓促前。也真是